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的首次辩论之后呢，现在看起来拜登承受到极大的压力，是不是很逆风啊？连民主党很多人都已经患了这个焦虑症哦，想说是不是该要换掉啦？要换掉拜登才能赢吗？那现在拜登的家人呢，就说不行，我们要继续选，然后还讲说他这个在辩论的时候犯了一点点错啦。那家人们就说，这个拜登在辩论上面表现的这个，尽管他们知道说表现不太好，但是说还是要继续选是认为拜登能够向民众展现他还能再做4年。那但是呢，这个杭特拜登他反倒是有这个强烈敦促拜登抵抗退选呼声，就是他希望就是他的父亲呢能够展现出来就是好斗，然后这个镇定自若，而不是结结巴巴显得老态的总统。当然可能也是为了他的官司就是如果爸爸当总统的话，对他来说还是比较有好处的。那拜登的家人尤其不解说，这个主办辩论的就 CNN，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就是他们说这个白宫的幕僚长克兰，他们说让这个拜登承担了过多的数据他们也愤怒。拜登本来皮肤是黝黑的那怎么那一天 CNN 的这个书画得不好，然后画的有点苍白，一脸病容。对，就怪天怪地就是 CNN 的这个书画团队也要检讨。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吗？那但是呢，你看还有这个网络上面有网红，美国的网红这个麦克老师，他其实也是在大陆这边有经营他的这个平台他就是讽刺了一下，他说真的没有必要花2个小时听2个老人家吵架他用40秒来精简浓缩这一场辩论，真的学得超级像的。我们来听一听。Life and give you a quick summary right now. 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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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es. Lies, lies, lies. We have the best lies. No one has lies like us. You're a liar. You're the biggest liar there ever was. No one lies like you do. What was the question? Mr. President, the question was about COVID. The COVID and immigrants and... Anyway, what was I saying? I'm gonna talk about immigrants. Where am I? We did everything perfect. We were the best at everything. No one's ever done that. No one's ever been the best at everything, but we did it. 他学的真是惟妙惟肖，就把他们2个很传神的讲出来，但是不是也反映出来美国人的一个无奈就是2个人互相指控，然后用这个一个是有气无力的语调，一个是那边有点带着做作，然后加手势的这样子的语调，就是这一场辩论会的精髓了啦。那但是民主党现在的焦虑你看看现在民调显示，民主党的选民认为拜登不应该继续参加美国的这个选举这个百分比高达46%，非常的高那现在这个退选的漩涡已经这样卷向拜登，很多的美国媒体都忍不住了发声。纽约时报讲说，为了服务他的国家，拜登应该要退出竞选华盛顿邮报就讲说，其实拜登在募款活动上慷慨陈词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他在没有底稿的辩论当中就缺乏这种活力，也就是说需要有稿子提醒或者读稿机才能够展现得出来，所以辩论时候没有任何可以援助的，他就表现成这样子好像有气无力的。那亚特兰大宪法报就讲说，如果拜登真的希望击败川普，就必须敦促民主党在8月芝加哥举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名另一位的候选人，想赢就不是你来赢但是拜登看起来想要赶快止血他在募款活动上面就展现出来他的活力，他就说我虽然已经老了不太会辩论了，但是我还是会继续斗下去战斗下去我跟你们保证我会胜选的，走路不像以前那样轻松，说话不像过去那么流畅，但我知道如何说实话，我知道怎么样做好这一份工作那裴洛西讲说，现在的确换将的话，换帅的话会造成现在选情的大乱。他说应该拜登要继续带球冲过这个终点线。他说我的选民非常喜欢拜登贺锦丽搭档这是拜登展现他持久力的一个好机会那这当然可能他们现在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必须内部要信心喊话。那再来看一看这个英法，同样也是在这个选举上面迎来了巨变马克宏他是不是现在要惨输了呢？因为现在法国的首轮投票极右33%领先，那人家讲说这个马克宏的政治赌注是惨输看起来执政党
党只有21%，是一个历史性的挫败。那国会选举现在看起来极右派要掌权了，很多的法国的富豪们紧急在做一些应变措施暂时性的要移居到意大利啊、瑞士或是西班牙，恐怕要迎来2战以来首个极右翼的政府。那同样，英国也是这样有一些变动的产生英国大选4号即将要登场，但是现在民调很不乐观，也就是说，这个苏纳克所在的保守党恐怕要落败了吗 ？BBC 现在目前的民调显示工党支持度平均领先保守党20个百分点呐，这个赢的态势还拉开蛮大一段距离的那英国下议院总共有650席，过半门槛是326席，一般预料工党可能可以拿下400席那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工党的党魁施凯尔就会带领着工党重返唐宁街。换句话说，苏纳克是不是就要离开呢？那保守党可能会掉到100席以下，或者是上下左右。那这个苏纳克就会成为英国首位输掉议座的在位首相。那另外还看到这个消息这个英国另外一个改革党的领袖在演讲的时候，竟然发生这个离谱的事情我们来看看。好，这个英国右翼的政党改革党的领袖他这个脱欧大将这个法拉吉，他在演讲的时候，结果这个普京的横幅从这个选举集会上天花板上面降下来，还比了一个赞。然后大家想说，这怎么回事啊？然后因此而发生了这个中断的情况，所以这个选情真的是看起来非常的焦灼那再来，工党也是比较向中间靠了一点，轻商。又有这个轻工人，这个另外一个轻商轻工人的政府呢，要结束保守党的动荡，任期当中充满姿态和噱头的绝望时代这施凯尔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工党就是他们现在看起来这个气势已经压过了保守党。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拜登的怨天尤人？这个怨天尤人也没用不过是这样就是拜登如果他的家人并不支持他退选那现在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逼他退选因为美国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临阵换将，可是人家3月就宣布了，就是1968年的詹森总统那通常如果那么早就宣布不选，大概就是那一个党的气势很差啦，因为那年就是发生越战恶化所以我认为民主党现在不管是换人或不换人都输定了啦，除非未来几个月发生惊人的川普什么事件不然真的是输定了啦。因为这个我昨天看到一个替代民调啦，说如果不是拜登，那你优先支持谁那你看到这个结果你就知道完蛋了，因为贺锦丽第1名39%。贺锦丽能够选得比拜登好，那才有鬼排名第2叫做 Newsom 加州州长17%。贺锦丽还赢 Newsom 不，因为他是现任副总统嘛就是这样嘛不，因为这种东西没有经过初选的过程你很难展现你的能力啦那一般选民有印象的就是贺锦丽嘛因为 Newsom 已经有一阵子不太有美国全国的政治活动所以他目前因为8月19号就要开民主党的大会那他们最多就是2个礼拜前去打电话去问一下党代表的意见那所以坦白说了，只有5个礼拜的运作时间那如果真的要用党代表这个形式，那到时候要有过半的人支持某个候选人这个难度也极高啦对，因为如果不是拜登，目前民主党真的找不到一个可以凝聚各种利益团体跟派系的力量那这个过半的选票大概要1960多票因为他的党代表有3900多嘛所以这个我想来想去认为都不太可能而且即使有金主来威胁说拜登你给我退了啦，那也没用因为民主党的金主又不是只有你一个那一堆人而且你还要提出你认为那个新的候选人是更好的人选，这个很难 argue。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党的候选人没有一个民调比拜登高，跟川普的落差更大，所以我觉得这个相当困难而且我跟你讲这个
一个辩论并不等于2个民调就迅速拉开了。哦，那个你如果去问辩论的民调，那大概是很明显就是60几比30几，认为拜登是变输了。可是拜登跟川普的民调并没有差很远，大概是差2到5%，大概是这个状况啊。那拜登，可是坦白讲，我对他是没有信心的，我认为他会越来越差。所以大势已定的感觉。来问一下介老师，现在看起来这个美国这个前景很不确定，到底是拜登跟还是川普？看现在川普是比较声势比较旺，而且现在欧洲陷入一片恐慌，就是因为川普的声势起来了，因为他们就记得川普前4年啊，跟他们搞得非常不愉快，而且没事就跟他们算钱，就是说你的那个国防预算太低了，对不对？我们不会免费给你保护的啊，怎么样如何，天天就跟他们算账。那所以这个美国的选情影响到整个欧洲，那欧洲自己也在产生变化。今天欧洲右派的抬头不是1天2天的事。我以前见过那个右翼的国民会议的那个现在这个Marie Le Pen的爸爸，那时候他在法国是过街老鼠，他出来主张这个极右主张排外。反对这些移民怎么样？要法国要恢复到法国的这个传统文化这一套，那个全法国都在看不起他，骂他，他是过街老鼠。没想到过了他女儿接掌以后，他现在拿到最大政党了。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政治这些人物有什么变化，还是社会变化。这个社会在转变，时局变了。对，时局变了。今天法国你的大城市去的话，你走进去的话。你当心你的荷包，你不被抢已经算；你不被抢，你被偷，那可能性都蛮大的。现在欧洲的大城市，说实话都是怎么样？都是高危险区，观光客去自己要小心。对，那你的钱包要放在那里，一下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欧洲他自己社会的政治的领导下产生社会的变化以后他民心就转了，所以过去一个过街老鼠的右派，现在变成主流。那不过回过头来也变成我就想到马克宏了，他怎么这么有趣啊？这一次的法国大选本来可以不必选的，对啊，他老兄嘛突然宣布，还解散国会，重新大选。而在这之前，法国的极右派才在欧洲议会选举里面才大赢声势正盛的时候，他怎么会出来做这个决定？所以法国。也跟美国一样，是不是这些领导人头壳都有点问题，都不是很正常的思维方式。所以我觉得啦，西方坐定没落了啦。你现在一个美国已经出这么乱了，欧洲也跟着乱。西方什么？西方就是美国加欧洲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西风日下东风要起来了，东升西降。来问赖老师。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制度把自己限制住了，他没有办法换人，除非拜登自己本身就是他愿意推选。但是拜登又很看重他的家庭会议，而这个家庭会议又在礼拜天已经大家聚在一块吃饭，讨论完了。他最在乎的就是他太太的意见，他太太要他继续选，而且认为。都是别人的错，都是这个竞选团队的错，所以竞选团队的负责人应该要辞职下台，然后他的儿子，当然，因为他儿子现在官司很麻烦，他需要他爸爸的保护伞，他也要他爸爸继续选，所以拜登很明显的，那家庭会议开会决议了，那就一定要继续选。这个跟我在今天的视频里面其实就已经有评论，就是预测也就是。结果一定会是如此。好，那既然拜登本身没有意愿下，民主党的机制没有办法把它弄下来，不可以把它弄下来。那刚刚有谈到说有关于代表人票是不是就会可以把它就是把它换掉这又不太可能会发生。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政治承诺，也就是说他们的这种代表人的制度里面，当初他们取得这个拜登取得他们的支持1年前。那这些人的票就应该要给拜登，
他基本上来讲是会兑现他的当初跟拜登的这个约定，他们不会背叛的，这是他们的一种政治文化、政治传统。那他们不太可能因为现在的陷入危机，然后他们就做这样的一个改变。我想不会这样做。所以目前来说的话，要挽救民主党的也就拜登这个人了。也就是拜登2个选择，一个就是在8月份的党代表大会说我不选了，我提名谁，我推荐谁；要不就是等到党代表大会决定以后，那么他拒绝他退选，然后由这个民主党的常务委员会就400多人他们来决定。那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可能做的是什么呢？也就是他在最后一次的辩论，突然间回光返照，辩才无碍，然后辩才无碍，思虑这畅通，碾杀了这个特朗普，突然中风，碾杀了，反照是快完蛋之前才，对，快完蛋之前，然后把那个特朗普这个那个宰杀，不然的话，这不可能的，变武侠情节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正忙回来。好，立刻来看一下中美的科技角力哦。在太空方面的话，当然现在这个太空非常烧钱嘛。河南他们这边北京的天兵科技公司哦，他们的飞龙3号试飞发生了一点意外，那他们其实取得了2.07亿美元的这个新研究经费哦，但是不清楚为什么这一起事故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火箭计划在山区爆炸起火，但是其实也是代表着这个中国大陆现在各方面在商业领域的这个航太研究也是不断的在往前推进哦。在这个南海商业航太发射场这边，这个是大陆首个商业的航天发射场哦，现在也建设了非常多发射工位，也有助于其他的这个国家来发射火箭卫星下半年也会执行首次的发射任务。那当然最主要就是这一次的嫦娥6号有这个月壤嘛，背回来很多的月壤。这次他们的这个设计师总设计师讲说，他们是用这个智能快速采样技术来效率提升了30%然后最终采取了这个1.1公尺，然后带回来非常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月壤，然后分送给世界各国，但是就是没有美国美国可气啦。那 CNN 就不满就说怎么不给我们美国呢？就有人去问到了大陆的太空总署的副局长这个卞志刚那他就讲说如果美国科学家这个是希望跟中方展开正常交流的话，应该要采取切实的措施，也就是这个沃尔夫条款嘛，就是你们的最主要的一个障碍，你们当初自己设下来的，所以你们自己先把这个条款给移除了，然后把这个障碍移除了，再来谈后续的。那现在他们的 Starliner 呢，现在看起来好像这目前太空人还是受困在那一边呢，但 NASA 说不是，这不是受困这个嘴硬也是没办法的。那再来还有大陆的深中通道正式通车了，那习近平也致贺信就说，接下来这是要推进大湾区市场的一体化，换句话说就是从广东深圳到中山的车程从2个小时缩短到30分钟。我看到今天最新的消息是，很多人为了要去体验，甚至车还多到了塞车大家都想要赶快体验一下这非常厉害的工程因为它这全长是24公里2017年的2月开始这项建设，历时7年才完成了全球首个包含了桥岛隧水下互通为一体的跨海集群工程主跨1666公尺的深中大桥，创造了离岸海中这个悬索桥这个跨径最大还有通航径最高的5项纪录。那其实也代表着要进入到这个大桥经济的新时代
我们来看一下，它其实对于这个珠江这个东西两岸呢，主要的要素融通啊，还有产业的协同升级哦，这是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支点。深圳、中山这两市也可以借此呢来探索深圳总部、中山制造这样的一个产业合作新模式哦，也被认为说哇，接下来这个大湾区加速大桥经济时代的一个新的象征来了。那的确，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基建狂魔的形象哦，或者是说他们现在这个马上暑假开始了嘛，很多这个外国人也跟着要来到了这个中国大陆来旅游，所以他们就纷纷在分享着说，哎，我们在中国大陆看到了什么？比方说像英国的部落客，他们就看到了武汉悬挂式的这个列车哦，那他们就讲说，这个有手机支付啊、刷脸进站啊，还有西方纸币，常常会搞得手忙脚乱，可是在这边哇，用微信、用支付宝方便的不得了，所以看起来好像显得西方很落后哦。那所以后面通通都没有。下面的还有是不是？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因为中国大陆啊，他们现在这样子推广144小时的这个免签作业，所以就看到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开始就是免签的这个朋友圈来到了中国大陆。那他们这个 China Travel 变成了一个非常高频率出现在他们的影片，或 TikTok 也好，或者 YouTube 也好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哦。2014年的第一季啊，光是外籍人士进出到中国大陆的人次就高达了1307万人哦，去年同期相较起来哦，今年甚至上升305%哦，所以这个免签措施真的非常有效，也带动起现在是有一个新的梗词叫做 City 不 City 啊，我们来听听。妹妹来长城，长城美不美？美，长城 City 不 City？不 City 啊，大自然里不 City 啊，好无 City 啊啊！好 City 啊，就是现在在网络上非常流行的一个洗脑词哦。为什么变成流量密码？就是因为很多这来自外国的网红啊，大家就开始玩梗了。那这个网红他就是去到每一个这个中国大陆景点 ，City 就代表着一个很都市化、很洋气、很新颖的、很刺激的一个形容词。所以他在那边逛大陆的时候啊，到了这个大都市就说啊很 City 啊这种词哦，就开始在网络上面疯传，很多人也开始跟着 City 起来了。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中美的这个科技啊，或者是各方面的较劲？不，这个是美国自己法律造成的嘛，因为国会通过沃尔夫条款，那 NASA 不得与中国合作啊。我觉得美国的航天或者高科技人员也是感到很无奈啦，就是国家政策被一群不懂科技的人在把握嘛，不然 NASA 或者是美国的航天专家，他们当然认为登月这个是人类的共同事业嘛，怎么可能用国家的理由来做互相的障碍呢？那他们当然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会有一天在登月事业超越你啊！哦，那美国现在即使要登月，也不是短期内能够做到的嘛。因为中国大陆拿到了那个月长啊，它真的蛮特殊的啦，因为听说里面有液体啦。那这个就是跟上次美国带回来的月球，就是它是正面嘛啊，那人家就对有液体的东西就更有兴趣，而且听说有玻璃的成分哦，所以那目前是拿给了法国法国做了化验嘛，那法国就公布美国给的跟中国大陆给的哈，那发现很不一样，因为法国两边都拿到了啊。所以美国当然是很想拿到啦，那个中国大陆好像给法国1.5公克这样啊，那美国做梦都在想那1.5公克到底长什么样子。不，因为这个对材料还有这个星球的起源的研究、天文学都会有极大的帮助啦。哦，那是嫦娥5号。哦，嫦娥5号是？对，嫦娥6还没有。哦，还没有。OK， 好，反正就是我们就看到目前这个状况嘛。可是美国自己造成的嘛，他立法造成这个限制啊。那这个深中通道，事实上接下来大概就是深珠啦，就珠海还没有通嘛啊。那这个连起来，粤港澳大湾区这个的总产值啊，可能会跟美国那个 Bay Area 有拼哦，因为事实上整个高科技区都在深圳嘛。那后来深圳的土地实在太贵了，所以开始往外移啊。
你也可以看到华为延到东莞啊。那如果深中，事实上中山是一个很多有钱的台商都住在中山啊，中山很多有别墅区啊，所以我是觉得他现在大概在把他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基本上都把它并起来。那这里面未来的经济产值一定相当惊人。所以美国其实用尽他的方法来宣传说，哎，中国威胁。但是现在光是靠着这样的中国旅游，很多的外国人就发现他们的一些关键词就是，哎，中国好像跟我们想象中或是印象中得到的讯息当中是很有落差的。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这完全不一样啊！因为如果你一直没有离开过美国，你一直在美国接受教育、接受新闻的传播，你眼中的中国是很落后的，然后很不方便的。可是有很多的人他就不信邪，不信他们的媒体的那一套因为现在绝大部分的美国人的年轻人，他们不相信他们的传统媒体了。那所以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就自己就到中国大陆去了，还有很多退休的老人家也到大陆去。一去以后发现，就是说怎么跟他们在国内的这个媒体的讲的是完全不同的国家，就发现很 city 啊。对，就是到底你讲的是同一个中国还是不同的中国然后他们到了中国以后，发现怎么天那么蓝，然后水那么绿然后绿化的城市怎么越来越普遍，然后那个绿批的面积越来越大，像刚刚讲到的深圳，深圳的绿批就35%我们台北都还没有到35%，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城市一开始规划的时候，它的绿色的这些预留地就留有多少所以中国大陆的方便，像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也发现真的是支付宝太好用了，或者微信支付才太好用了。一个手机，你看几乎没有人在用人民币现钞了，对，而且又干净又卫生，而且真的是很方便。那各方面的现代化的机能那甚至买车票啦，脸孔的辨识能力啦，各方面坦白说真的是方便到不行。我想很鼓励我们的台湾的年轻朋友，真的是多去看看，不要相信那些绿媒体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宣传，他们给你的是错的，你去看了你就会知道。对，那刚刚谈到中山，就是深中通道。中山线如果当初有台商很多人去那边的话，他们真的发了因为深圳到达饱和，可是深圳里面都是以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园区，都在那边上班，那住的问题要解决。后来深圳的房价实在是高到不行，那就从中山线来去发展，那所以中山线就成为深圳的一个卫星城市，就这样发展起来。这个通道一通30分钟，你想想看，30分钟就是林口到台北了嘛。那么的方便的情况下，那他当然就住中山，然后到林口就住林口到台北来上班，一样的道理。他们就住中山，然后环境又舒服又绿化，然后住宅群又便宜很多，然后30分钟就进入深圳来上班了。我觉得通车就12点，不得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基础建设的速度之快对，这个才是我们一直台湾应该要学的硬道理。我们一条机场的轻轨就搞了多少年了？20几年了。好，来问介老师。对，我最近也在网络上看了很多这些外国的这些常常在旅行的，有的是背包客到中国大陆去旅游的，他们 PO 上到这个 YouTube 的一些影片那为什么最近特别多？因为中国大陆开放免签证144小时，因为是很多西方国家过去他们签证它不方便，那现在连这个什么澳纽都拿了免签证它事实上他们很多就原来还在其他国家旅行，一听到免签就直接转中国大陆，那他们都不是住那种不是那种高档的旅客啦，基本上都有点像背包客一样，那他们普遍的几乎都普遍的都是一样。就是说，中国超乎他们想象太多了，都是用惊讶的这种感觉来形容他们到中国大陆，他们都第一次。那我觉得他们对共同点就是说，他们觉得第一个中国大陆的建设让他们非常惊讶，那非常现代化的交通建设、城市建设，让他们感觉到说这是中国嘛，你知道？那他们有坐地铁，坐这个高铁然后坐飞机，尤其到那个车站，因为有些刚下飞机的，他到那个车站地铁上说怎么这么干净，这么明亮，想起我们纽约的地铁，想起我们那个旧金山的地铁以后就充满了抱怨了。第二个，他们就觉得大陆的这个各个地方都安全，因为西方国家我们刚刚讲
从欧洲到美国，这个大城市通通都是不安全的。然后游民很多，他们结果到了中国城市都没有看到，而且发觉人人都面无惧色，有的半夜3更走在路上，他觉得很紧张，结果没有一点值得他紧张的事。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发觉人民很友善，他们本来认为中国老百姓对外国人是很不友善，结果发觉特别友善。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现在看到了最新顾立雄的最新力作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要在公庙摆弹药，大家听完之后，公庙我们那边是会有这个要烧香的，会有火的，还选那个地方摆弹药，绝了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现在有很多的苗栗县这边后备指挥部发公文给公庙就说接下来你们这边都要这个运至贵公内部空地在战争冲突前弹药补充使用，这是一个弹药预囤放点的支援协议书所以就说接下来要征收公庙啦，那个弹药要摆过去了很多居民听完就吓到，就是我们怎么会去弹药库的地方去拜拜呢？然后我们还在那边要点香呢，要这个有烧个蜡烛到外面用火，很可怕，这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布局跟方式那他说，而且再者，你这个公文一下来，是代表我们是要打仗了吗？准备要打仗了，弹药都已经要放到我们周遭来了吗？那军方解释就说这个是一个考量战时需求规划结合民间资源，那后勤支援韧性的一个什么演练运用但是并没有实质放置弹药，到底是要放还是不放呢？反正很矛盾但是我也觉得说，依照常理来说的话，弹药其实不是应该要离火远一点的地方吗？你怎么会选在公庙来摆？那万一公庙这边又放个炮竹又个什么状况，那不是更危险吗？那你看看这个我们的军事专家张静他就讲说，这是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请顾部长不要胡闹了。那公庙这种宗教礼拜的场所丧失法律保护，成为合法的军事目标。顾立雄是专业的法律人你怎么会容忍这样子如此明显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条文事情发生呢？那再者呢，之前沈伯洋不是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第5纵队就是中共渗透进公庙吗？那你们还选公庙？依照你们的逻辑，公庙都是已经好像都是中共同路人啦，你们不是这样看吗？你们还选在那边摆，那不是也是自我矛盾吗？那当然，本来你们讲的就已经很离谱，现在做这事更加的离谱那怎么会把它放在你们口中高风险的公庙嘞？那赖清德这个男性不分区第1名的这个国防外交委员沈伯洋你不要跳出来质疑一下吗？你们这个文人防长是不是有决策上的错误？你赶快给点意见吧。那再来看一下中美的南海角力现在菲律宾的参谋总长讲说，因为国家面临挑战，有必要加强后备力量，为任何可能发生事情做好准备只是说现在菲律宾的现役军人12万，预备役军人13万。他们说要重点加强首都跟西部这个南沙的防卫，有半数以上的舰艇还有陆战队都会部署在西部的海区。那可是对照一下，解放军人家现在是有200万的现役常备军人所以这个军力还是蛮悬殊的。那美国现在动作也很多啦，他们的 P8 反潜机声纳浮标，这个现在大陆海警已经把它捞起来了。那他们就是在南中国海这边捞起了这样的一个声纳浮标，上面还有这个2023年7月制造的相关的字样那他们就讲说，借此机会可以来了解一下你这个美国的反潜装备的现在目前科技进度那菲律宾怎么会出来澄清呢？这个菲律宾智库讲说，这个影片经
经过明显的加工，这个探测装置哦，制造商是英国的国防企业超级电子哦。那这个是专研这个潜舰探测服务的开发商，并为美国的海军来提供系统性的服务。他说，可是这个影片的真伪我们没有办法证实，那是不是反而就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都已经拍到了，要赶快说哦，没有，那个是假的，那个是伪造声伪影片。这个我们台湾最会用这一招了，反正就是很可疑的，都是说声伪啊。那再来，现在看起来，山东舰有动作，到了菲律宾附近的海域，外媒就拍到了。这个法新社讲说，他们看到了商业卫星拍到了山东舰离开港口抵达了菲律宾附近的海域。那就讲说，这次中方派出这样的航母前往了菲律宾的近海，感觉有这个威慑之意啊，因为现在目前不是正在进行这个演习吗？那再来，美国他们现在要加强戒备恐攻，说美军现在要升高多个欧洲基地的警戒等级，因为一方面呢，就接下来有这个法国巴黎的这个奥运嘛，那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媒体报道。他们现在警戒这都不断的提升，而且呢，美国的陆军在官网还讲说，发生事件或者收到情报显示可能发生某种形式的恐怖行动，可能会针对人员或者是设施来发动袭击。那现在看起来，欧洲的美军基地有2名的这个美国军官证实，因为有可能会发生这恐怖的攻击所以从6月30号开始，也就是昨天开始呢，调升戒备等级，已经变成10多年来的最高级别但目前不清楚是什么事件或情报，就是这个提升原因不明。但是呢，即将面对到的就是7月份的巴黎奥运，还有现在在德国举行的欧洲足球锦标赛那除了美军基地之外，其实在欧洲的足球锦标赛期间，像德国他们自己本身也部署了580名的国际警察，然后法国也是为了这个奥运从3月开始就把国安警戒已经调升到最高等级。所以是不是美国现在也在欧洲这边要这个拉高警戒层级？那印太这边也是被美国搞得也挺不平静的。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顾立雄的新主张公庙要来存弹药？我这个张晋昨天也跟我讲这件事了，就是日内瓦公约对人类的精神还有文化遗产，你不可以作为军事目标嘛？对那事实上，那顾立雄是要学哈马斯吗？因为哈马斯就是把弹药放在医院那这个清真寺所以才引起很大的争议嘛。那这个后来以色列不是连这些目标都打，对，也引起很大的争议，造成很大的平民的伤亡嘛，不是吗？所以这种做法本来就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就哈马斯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它这个会造成居民混合嘛，那就造成平民常常去的地方，然后变无缘无故变成军事目标因为老百姓可能会去拜拜等嘛。这里当然，因为我昨天也接到了一些传统公庙的人就跟我讲说，是不是只包括我们传统公庙请问有没有包括基督教会顾立雄敢去针对基督教会行这种公文吗？顾立雄敢吗？长老教会你敢吗？传统公庙你就可以这样干所以国防部要给一个说法嘛，你是针对台湾的传统公庙你就敢这样干是不是？那针对你不敢得罪的基督教会你就不敢这样干？那台湾这样叫做宗教平等吗？你敢去得罪一贯道吗？你是不是欺负一些比较没有选举动员能力的庙所以我说这个要讲清楚了，你不只是涉嫌违反国际法亏你还学法的嘞事实上哈马斯就是这样干，所以引起了国际的争议嘛，那造成了很多平民无缘无故死亡嘛所以对于这种人类的文化遗产、精神的遗产，本来就不可以把它当作军事动员的目标，本来就不可以要不然你要不要去放故宫比方说故宫有一些剩余面积，我是不是也放一点弹药你这个逻辑是什么逻辑我严重猜疑是他不想盖弹药库了，想要省钱所以就想说顺便放一放了不然理论上
真的如果要做有效的防备，因为你坦白说了，这个到时候台湾要先有一些弹药库，就是要先前准备嘛。美国不是要把很多炮弹药先送进来，那你要放哪里啊？你也是要有比较具有坚固防御性质的弹药库吧？这个赖老师一定比我熟啦。就是你一个完整足以抵抗攻击的弹药库，也要有起码的建材吧，起码的这个 SOP 吧，对不对？那你这随便放，如果到时候爆炸了，谁负责？对啊。事实上，我们前一阵子好像在基隆附近不是有一个弹药库，附近的居民就非常害怕，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这种造成的附近的住区居民的不安？而且那个如果还是不是废弃的宫庙，而是人家还在祭拜的宫庙，那你这样等于是剥夺了人家的信仰，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个决策太随便了啦，这怎么可以没有经过一定的讨论过程？至少内政委员会要讨论一下吧。内政委员会有管宗教事务啊，那国防部好歹也要跟内政部做一点讨论吧，不然我认为它引起的问题是相当多的啦。还是这是美国人意思啊？美国人说要放那儿。来，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他们是不是国防部故意要凸显一下那个顾立雄是一个大外行，他会做出这种非常外行的一个作为，故意凸显的，故意凸显啊，就讽刺，很讽刺啊。你都知道这个，你这种弹药啊，你基本上它是这种公共性的危险，你就要远离人群啊。公庙都是人群聚集的地方，你为什么要往公庙里面放？我就搞不懂啊。对，台湾虽然地狭人稠，可是还是有一些比较一般人不太会聚集的地方。那你要放置弹药，你当然要顾及到不要变成公共危险。对啊，也比较远离人群。而且有心人士如果知道这公庙有，我去那边丢个烟蒂，丢个什么，是不是就或者把你偷走了？对，这是非常没有这种公共安全，没有这种军情保密的这种概念的。对不对？你弹药库是越机密越好啊，因为那个是被攻击的主要目标嘛。对，你当然要把它很隐秘的，你反而人哪里多你就放哪里，是不是？这个简直就是说毫无常识，不要说有没有专业了。所以我觉得顾立雄上来啊，我觉得职业军人应该还不会这么好，这么怎么讲来这么离谱。可是看到顾立雄这种一问三不知，装着好像什么都懂，其实什么都不懂的，做他们的部长心里不爽，是不是？就把他这种事情，把弹药库放了公庙干嘛？你办展览，你干脆放到那个南港展览馆，让大家一起去参观好了。军事都有机密的，所以我真的觉得简直是这个台湾被这些人搞下去简直要变世界笑柄啊，对不对？那张晋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你本来公庙本来就是在战争时候，日内瓦工业的时候，希望你避免成为攻击的一个目标。那可是如果你把弹药明目张胆，这不就是明目张胆的放进去吗？你还先给公文呢，你说让全世界都知道，说你拿到公文了，那你现在洗不清啦。对，你拿到公文了，现在大家知道打仗的时候就第一打你这个公庙。对，他现在就说这个是战时才给，什么叫战时，什么叫平时？做军人的都知道平时跟战时是不能分得太清楚的现在的战争，大陆由言转战就是1秒钟的你给了公文，你搞不好你东西就进去了。你知道日内瓦这个战争法公约里面讲，如果你是公庙，我本来这个公约保护你不能受到攻击的任何情况，可是你放了弹药进去，对不起。你就没有这个豁免权了，你就是被攻击的。另外一方面，全世界还有用公文这样去跟人家协调这种事情然后呢，事先也不讲一下，就一纸公文去了。然后呢，我只是在想为什么去苗栗不去高雄呢？不去台南呢？是不是苗栗是属于蓝色的线？对不对？那你这个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所以他只是想要栅栏的县市，是不是？对啊，你是好欺负嘛，对不对？你是好欺负苗栗人是不是？
所以呢，这些作为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匪夷所思啊。这个叫未战先乱，已经看到乱成一团了。对，乱成一团了。我们啊，其实啊，在台湾过去几十年啊，军队体系非常严谨、专业，不让这些政治的这种怎么讲呢？政治上的这些被淘汰的分子啊，或者给他们找个职位，乱塞的，现在就搞成这个样子。公务体系是最上轨道，现在也瓦解，专业不在了。那这种事情啊，就我们用常理来判断，都觉得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是乱搞到台湾真的被他们搞到真的那个跟那些开发中的那些烂国家一点都没有差别了。好，我们来问赖老师。确实，我在这个内政部中央灾防办当委员的时候我们对于公庙教会、学校，我们都规划就是难民的收容所不管是发生的大自然的灾害，或者是在战时的时候，所有的公庙它基本上就是收容中心，因为它不会受到战争的波及，所以我们通常都会把它规划成为一个难民的收容。那么还有就是因为战争在高压的情形下，当地的民众他们特别需要精神上的慰藉。那由于基本上在信仰这个公庙这个部分里面，它是相对安全的，不会受到打击。所以民间的人还可以那边寻求到精神上的慰藉。但是现在你把弹药放到公庙去的时候那你本身已经取消了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已经把公庙的这个免于遭受战争危害的这个它的基本的要素，你把它放弃了，那它变成一个合法攻击的一个对象，合法攻击的一个目标。这个对于当地的信仰神明是不尊重的，而且是极不尊重。而且对于当地的这些社会居民还有难民是极端的残忍，因为本来是难民收容的地方，你把它变成一个会被打击的一个对象，这个是人类间最残忍的一种做法。我不晓得国防部为什么不据理力争跟顾立雄说明清楚，说这绝对不可以这样做，这样是违反战争法的，而且绝对不可以这样子。那要不就是国防部碰到一个大官，他就屈从，然后把自己的专业都丢掉了，这很可惜因为我非常笃定的，我当时在中央灾防办，我们就是把公庙列为灾民、难民收容所、收容中心，含战争在内所以这个违反的直接违反，坦白说，我听到这个新闻，我是很错愕，也很讶异，就是说内政部怎么没有出来讲话，然后国防部为什么没有跟这个顾立雄据理力争，说绝对不可以这样做。我觉得当一个应声虫的军人，就是一个没有骨气的军人，没有骨气的军人，这个是没办法打仗的菲律宾我还是简单的三个字别闹了因为你不是一个量级的，不要在那边演戏演很大。目前来讲，他们的总长演的都是演很大，因为菲律宾人自己都很清楚杜特地讲的最清楚，我们算什么咖我们怎么去跟大陆解放军来打仗？现在是山东舰就直接贴到菲律宾的200海里，那200海里我们都知道，这个航母战斗群，尤其是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它的作战半径最少是650公里左右。你200海里也不过就是300公里，所以整个吕宋岛都是在山东舰的作战的半径里面。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菲律宾是在玩在闹那玩得太大了。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害怕，因为山东号来了以后，而且他连导弹护卫舰、驱逐舰都不用配备，单舰就直接过来压着你菲律宾。所以我觉得菲律宾实在是演太大了，够了美国的海外基地，特别是在欧洲的基地会被攻击，可能有2个因素，一个就是以哈的冲突，对，那么这些穆斯林的恐怖主义蠢蠢欲动；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直接跟美国人说，你叫乌克兰人，你帮乌克兰人打我克里米亚半岛的平民百姓，我会提供给你的敌对方所需要的武器。那很有可能俄军已经开始交付这一些恐怖主义。我记得我在节目中我有分析，这个很有可能，现在看起来可能性是越来越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